係各位網友，嗱，Donald Trump 嘅關稅政策已經差唔多宣佈晒，呢個就係剩翻幾笪地方嘅啫，重要嘅其他地方都唔重要。咁就係咁樣嘅，就係剩翻呢幾笪地方，佢就係逼緊歐盟讓步。如果歐盟讓步呢，佢就會達成 agreement 啦。如果唔係呢，就會宣布收歐盟一個關稅，我哋估下係幾多。然後仲有兩個傾緊就嚟埋尾嘅國家呢，就係印度同埋台灣。咁啊，仲有少少拗撬喺度嘅，仲可以等多幾日。但係整個關稅嘅 scope 同埋佢嘅意義已經係好清楚，已經係好清楚。大家要知道咧，即係個關稅戰開始嗰陣時咧，Donald Trump 都唔知自己想要乜，因為佢下邊咧有兩派人嘅，大家嘅目標咧就唔同嘅。有啲咧就想打中國為主，有啲咧就想靠關稅逼啲工業翻去美國為主嘅。其實分為呢兩派嚇。好啦，嗱，呢隻亞精胺咧真係犀利啊！我哋啲網友竟然知道呢隻嘢喎。你知咧，嗰啲多元胺咧係有三種嘅，富胺、精胺、亞精胺喺我哋身體入邊嘅。35歲以前咧就好多，跟住就減少。咁呢個咧係最新揾出嚟嘅，佢可以延緩細胞衰老、延長壽命、優化大腦。點解咧？兩個原理嘅，一個咧就係佢係會促進你嘅細胞啊，去自噬你啲細胞。即係咧，你嘅細胞咧有啲衰敗，有啲老。有啲死咗，咁咧到我哋咧個身體嘅機制咧就係咧會食翻呢啲細胞轉頭嘅，咁食咗啲細胞咧對你身體嘅健康咧就有益嘅，呢個叫自噬細胞機制。同時我哋一路譬如我哋講啲禁食咧168嗰啲咧，其實就係你餓到某一點咧，或者嗰啲人啊進行呢一個齋戒唔食嘢嗰啲咧，都係為咗等你嘅細胞自噬翻啲唔健康嘅成分。第二咧，佢係會觸動一個叫做 AMP 嘅機制嚇，愛嚟帶動你身體嘅新陳代謝嘅。呢個有好多呢個醫學文獻證明咗呢樣嘢。喺有96歲命、90歲以上命嗰啲人咧，呢一個亞精胺嘅成分咧係多好多嘅。我哋35歲之後就會減少，所以食翻嚟補充嘅。呢一個係30蚊288蚊嚇，大家去上網 search 下亞精胺，你就會明白。好啦，今晚呢個直播嚇，我會講而家點樣處理香港啲投資咧？究竟翻香港好啊，還是留喺英國好啊，留喺加拿大好？每度嘅問題係點咧？呢個就係好啦。而家宣佈咗出咗信嘅，首先日本嚇，日本咧係25，呢個早幾日講咗。呢一個咧就係佢呢個財政部長咧貝森特咧會飛去日本同日本傾嘅，始終唔想同日本反晒面嘅。韓國又係最後一個關頭傾緊嘅。呢個馬來西亞根本唔使傾噶啦，25。嗱，你見到佢好多都係25，哈薩克25，突尼斯係25。佢大致上係咁啊。而家佢 Donald Trump 咧就話咧，其他國家有100個國家咧都係15至20，我就明佢講乜嘢。佢將嗰個基準關稅咧由10%未曾決定 ，either rate 15或者20，所以咧15同20咧就係最低嘅數，除咗一個國家唔係啫。而家，因為嗰時佢仲諗緊10喎，所以就同英國簽咗下。嗱，南非咧黑佢憎嘅南非，因為金磚國家。波斯一句去食個 Winia 呢啲唔重要嘅，呢個其實印尼32，我睇見呢件咧最唔舒服嘅，孟加拉35，塞爾維亞 Serbia 冇乜嘢出口去美國嘅35，泰國36都好嚴重啊，泰國36，柬埔寨36，寮國40，緬甸40，菲律賓20，係 friend 嚟㗎，呢個係。已經係20，就因為佢將個底線提高咗，咁所以我估咧，台灣 probably 都係20。
但係台灣咧就好大部分咧都係半導體，半導體咧就係要一樣特別稅嘅，嗰個稅咧，我相信佢會遲啲宣佈嗰個半導體稅咧，係有個梯級升嘅，1年後幾多，2年後逼你哋去開廠嘅。其實好啦，嗱，我哋見到好啦，再講埋先，文萊25%，阿爾及利亞、巴西呢個係破咗上去嘅，蒙大維亞、伊拉克、利比亞、斯里蘭加30%，加拿大最後宣布加拿大35%。於是除咗呢一個巴西之外咧，佢其實咧全部都係20至40嘅。我會解釋呢個俾你聽嘅，呢個40以上只係幾個國家啫，40或者以上，最忽然之間高咗個巴西，一陣我會特別解釋巴西。30至39咧，其實咧就有一堆國家嗱，我列咗出嚟，泰國、柬埔寨呢一個孟加拉、印尼呢一堆國家咧，斯里蘭卡佢係預備同你講數嘅，可以減翻5%，至多可以減5%，就係你要去炮製中國，即係咧經你嗰度轉口嘅中國產品咧，就會又收40，如果唔係咧就25。咁上下係等緊講呢一班咧，佢係出咗呢個通知，然後就係睇下，因為盧比奧話東南亞國家呢個稅率咧好可能低好多，就係咁解。嗱，日本呢啲叫低嘅喎，29% 以下。我呢個日本、南韓咧仲係拗住喺度嘅，佢哋出口嘅嘢係唔同啊嘛。文萊呢啲冇乜嘢嘅，哈薩克到呢時候，菲律賓係特別 friend 嘅。所以我覺得咧，台灣應該同菲律賓差唔多。好啦，然後協調咗嘅大陸55，呢個你要計翻以前，佢之前啊，今次係加咗30，佢以前咧係有啲25，有啲係0嘅，所以咧佢其實平均係50。越南20，你要俾到啲嘢美國就會大幅度降低。越南就 offer 咗兩樣嘢出嚟，一個就係對美國關稅，乜嘢都放晒，零關稅，佢農產品都唔保護，所以佢獲得呢樣嘢。英國最低啦，10啦，英國最低，冇一個國家平得過英國，你覺得？好啦，加拿大去信下個月35%。嗱，佢原本就25%，因為個底數浪高咗，佢唔係整加拿大嘅，就加多10% 上去。但呢個對加拿大已經唔重要。加拿大出口去美國嘅嘢咧，第一就係石油，石油咧而家唔清楚啦，但我諗佢唔會加，因為石油加係冇意思嘅，10%已經係70-80% 嘅加拿大嘅嘢，已經係幾樣嘢籠罩咗，鋼鋁關稅加埋銅係50%。好啦，包含咗係唔包含係成架車25%，呢個咧已經包含咗大部分，然後咧就豁免咗合乎呢一個墨西哥、美國、加拿大自由貿易嗰個協議嗰啲嘢就係0%嘅。呢個咧好多汽車零件咧同埋食物咧都喺呢度，根本呢35%咧就唔會 cover 好多地方喎。佢警告下你唔好報復喎，如果唔係我再加上去喎呢句。美國所以對加拿大加徵關稅，佢嗰封信話為咗應對芬太尼危機。呢場危機某種程度係由於加拿大未能阻止毒品大量流入美國所致。但係加拿大非但冇同美國合作，反而對美國實施報復性關稅，呢個咧欲加之罪，何患無辭啊！即係半年啊、1年啊，喺呢個加拿大美國邊境嗰度，只係
捉到半公斤啊！呢個芬太尼。好啦，嗱呢個就加拿大嚇。其實加拿大大部分嘅嘢咧就已經係決定咗，呢個就係剩翻都唔知有乜嘢產品抽35%。加拿大出口去美國嘅第一就係原油，以前就有百幾萬架車，而家呢百幾萬架車已經濕值到25%嘅關稅。第三係鋁，點解係鋁呢？佢其實咧就係呢一個因為做鋁咧要好多水力嘅，加拿大咧就用水力發電，所以做咗啲鋁咧就運落去美國。至於汽車零件咧就大家運嚟運去嘅，呢個就係嗱佢亦都未曾有墨西哥啊。重要嘅 partner 咧，我諗墨西哥又有個排除中國嘅條款，同埋又係學越南啦，就係全部呢一個其實咁真係講唔通喎，因為墨西哥好多芬太尼流入去噶嘛，流入去美國噶嘛，你唔可以話懲罰加拿大唔懲罰墨西哥噶嘛。但 anyway， 墨西哥個 treatment 應該好過加拿大啲，但有兩條，第一就要零關稅對美國產品，第二就係中國過境嘅嘢要抽關稅。好啦，巴西咧50%咧係無厘頭喎，點解呢？因為咧巴西咧對美國係逆差喎，即係美國輸出俾巴西係少數美國有貿易順差嘅國家，所以巴西一向好定啊。點不知巴西抽50%，好唔好笑呢？呢個咧無論係有形貿易或者無形貿易咧，巴西對美國都係逆差。美國係賺緊巴西錢嘅，佢點解抽佢5%呢？佢封信度有講嘅。Donald Trump 發俾巴西總統魯拉嘅公開信，係由於你對前總統獵巫式嘅審判不滿。喂，前任總統咧就係 Donald Trump 嘅支持者嚟噶嘛 Bolsonaro， 但係咧佢真係好多嘢唔合法嘅喎，呢個係。話巴西干預自由選舉、打壓言論自由，以及對美國社交媒體下達秘密而且違法嘅審查令，呢個牽涉到當日俾壓力呢個 X 要佢下架一啲嘢，而巴西係認為嗰啲係不實嘅嘢，就係巴西係要下架，要 X 下架。呢一個 Elon Musk 唔肯，曾經僵持咗好耐㗎嚇，佢竟然係咁。好啦，巴西總統全球唔需要傾 Trump， 單邊制裁嘅合法性同合理性，就喺內閣會議話會報復㗎嚇。好啦，我哋又睇下呢單嘢，你唔好干預我哋嘅法律。莫桑納羅案，美國同巴西嘅貿易狀況呢，2024年雙邊服務貿易總額920億美金。美國對巴西呢係有74億美金嘅順差喎，美國12% 嘅出口去美國，巴西有12% 出口去美國嘅。要轉去其他嘅地方呢，唔係咁容易喎。巴西對美國出口原油、咖啡、半成品鋼材同埋生鐵，仲有呢個橙汁，佔美國橙汁嘅41.7% 咁大鑊，抽50% 關稅，啲橙汁一定起價，你取代唔到嘅呢個糖、木材、乙醇。但呢啲嘢咧，全球有多元性來源。點解有多元性來源呢？你越係原料咧，就越有多元性來源啦。除非啲稀有金屬嘅啫。中東有原油啦，哥倫比亞咖啡啦，埃塞俄比亞咖啡啦，澳洲嘅鋼鐵啦，佛羅里達州嘅橙汁啦，美國自己都有呢個新奇士橙啦，係咪？所以咧，抽巴西50% 關稅，巴西啲嘢咧真係會個銷路少咗。係好難揾第二個市場咧，學美國嘅。好啦，至於美國對巴西嘅出口係乜嘢咧？佢可唔可以報復咧？咁嘅，
礦物燃料係精煉咗嘅石油8.5億，飛機及零件7億。嗱，呢個係乜嘢呢？就係巴西呢就有架商業飛機噶嘛，同加拿大一人一間噶嘛。佢嗰啲 engine 咧係同美國買嘅，核反應爐同機械、電機設備長鏈供應同兼容性嘅風險，佢可唔可以差翻美國50% 關稅呢？喂，美製嘅非電動引擎工業機械係獨家標準同專利設計嘅，你同嗰啲機器咧唔相容嘅。如果你唔買美國啲嘢，買第二個啲牌子，喂，如果你收50% 關稅咧，好可能啲工廠停工啊！半導體冇得傾，美系晶片咧先進製程有壟斷性優勢，冇辦法取代，對下游電子產品兼容性造成重大干擾。石油啦，精煉石油啦，佢賣咗啲石油俾美國，美國煉翻俾佢，由中東、非洲運輸到巴西咧，路途遙遠，成本顯著增加，提煉同品質要重新認證，所以咧呢啲嘢咧，巴西咧係唔可以報復美國喎。咁可以報復乜嘢咧？咁大家都諗到啊，高科技公司係點咧？因為佢上次已經對付過 X 噶嘛。2024年巴西數位廣告咧係86.8億，估計會增加14%，Google 佔咗4成，Meta 佔咗7成。如果炮製咧，就係炮製呢個。好啦，如果巴西另行徵5至10%數位服務稅咧，可以收多1.7至3.5億，但可以咧廣告轉去第二度喎，或者加速海外購買代理化。呢個咧我唔覺得，即係所以咧，我覺得一定係對呢啲公司咧加以打擊嘅，而嗰啲實物咧係打擊唔到嘅。Netflix 巴西 OTT 29億美金，總共成個 OTT。Netflix 佔32%， 9億幾9億幾，呢個又係可以炮製嘅。蘋果巴西2030年應用市場嘅規模咧係17億美金。Apple Store 呢個就唔係講賣機喎，係 Apple Store 愛嚟買其他產品。美國抽呢個 Apple Store 抽30% 啦，約5100萬美金，呢個就係好啦。削弱 Apple 係巴西少數高端市場嘅競爭力。SpaceX 啦，依據巴西最高法院事實核查 ，Starlink 有224000戶，佔咗全國寬頻0.5。其實呢個好需要，巴西好多山卡拉地方啊嘛。按年平均訂閱計咧，對 SpaceX 嘅影響唔夠0.1%。SpaceX 如果加入貿易報復咧，冇辦法影響實質壓力嘅，呢個係亦關係唔大嘅。嗱，我嘅 concern 咧就係廉價服裝供應鏈遭受重創，呢個咧係等於抽窮人稅，呢個係非常之大鑊嘅。呢啲國家咧，你抽佢幾多稅，佢都冇錢買翻美國嘅嘢，係冇可能減低嘅貿易逆差嘅。30至40% 關稅。呢個係寮國、柬埔寨、呢一個斯里蘭卡、孟加拉，仲有印度，每件成本10蚊嘅 T 恤咧，增加3、4蚊，零售價推升2成，終端消費者係受苦。即使有廉價製造國，而家所有嘅廉價製造國被涵蓋，包括咗呢一個寮國、柬埔寨、斯里蘭卡，呢一個係就嚟加埋印度，呢個就係孟加拉。於是就要揾其他代產地咯，去墨西哥、中南美或者非洲，提高個成本嘅，冇做得咁好嘅。產業結構調整風險，孟加拉同柬埔寨呢以服裝業為經濟命脈嘅國家咧，因為美國市場萎縮，面臨失業潮同外資撤離。緬甸同寮國嘅中小型代工廠咧，可能停工添，對佢哋經濟咧係好大鑊嘅。斯里蘭卡30% 稅，中小型成衣製造中心，佢冇錢，窮到咧冇錢可以買美國嘢嘅，結果減少
美國嘅訂單，孟加拉35%。2024年對美國服裝出口74億，係美國第4大服裝供應中心。35%大鑊。緬甸40%，服裝業請咗80萬人，係主要外匯成員嚟嘅，40%嘅關稅幾乎會凍結咗個對美出口。柬埔寨36%，柬埔寨對美國出口127億，其中服裝佔主導地位，36%都大幅度提高個成本。寮國40%，小型輕工及服裝代工遍佈全國，40%即係停擺。嗱，我哋見到嘅 situation 咧就係美國人咧嗰啲衫咧就會大幅度起價，10蚊一件 T 恤好可能變咗14、15蚊，佢哋立即感覺到呢樣嘢，而且可能貨品短缺添，短期內係。好啦，嗱呢個果汁係2成紅蘿蔔，1成英菜，2成蘿蔔啦，咁就好平嘅啫，118蚊，抵合9折啊，入7折，咁你咧就係一條條嘅，你搣開佢就咁啜就得噶啦，或者溝水。仲有呢個生蠔停咗好耐，而家翻嚟，原價99蚊，而家48蚊一盒，200幾嘅，大家可以放心買。OK， 好啦，嗱有新嘅呢個消費券3000蚊。送一個純素嘅乳木果油潤手霜，呢個新出嘅非常名貴，價值138蚊。呢兩隻我都係想推廣呢兩隻純素嘅護膚劑 ，Urian 純素弱鹼性潔面泡沫，價值118蚊。5000蚊咧，送一個用我把聲做嘅手臂式嘅電子血壓計，即係叫你測試嗰啲聲係我講嘅喎。仲有呢隻我哋又就嚟推出嘅韓國 Grand Plan 保濕凝膠110毫升269蚊，送500幾蚊嘢嚟啦，5000蚊。想要我真人發聲嘅電子血壓計呢？咁你哋7月11號至31號網上及門市購買電子消費券啦，使用有效期到2026年3月31號，禮品數量有限，送原則之下。